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京对话老李和张琪啊，欢迎二位。老李好，主持人好。张琪好，主持人好，北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李呢是第一次啊到我们这频道来做客啊，所以呢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好，我先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是老李，一个自由世界的普通公民。我稍微简单的说一下我来参加这场对话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想法啊，因为我听了张琪和汪江辉的那场讨论之后呢，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张琪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比如说在汪江辉质疑这个马斯克的贿选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张琪就马上就说，哎，这是一个合法行为。哎，我当时在这个点上我听到的时候，哎，我眼前一亮，我觉得，哎，你看，这是一个是吧，坚守法治的讨论者呀，所以我一下就勾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我今天希望啊，进行一个在法治的这个框架下的一个对话啊，有观点的交锋，思维的碰撞，也是一个辩论的游戏啊。我不是很当真哦，希望咱们能在一个友好的氛围内来讨论。好，就这些，谢谢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上一期那场对话啊，就是这个川黑对川粉的灵魂拷问啊，是张琪发起的啊。张琪想让我去邀请汪江辉啊，我们去做这么一场对话，然后那场对话进展的也还不错啊，双方进行了很多的讨论。那然后今天这场对话呢是老李发起的啊，老李说我们再进行一场对话，然后这个川黑就由汪江辉替换成老李啊，我们继续这个川黑跟川粉之间的对话啊，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所以好，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啊，直接进入到我呢。今天很简单了，我就是一个主持人了啊。我希望你们双方呢可以有问有答啊，就是不只是老李提问题，张琪回答，张琪你也可以反问啊。那么你们在回答对方问题的时候，我希望就是我们怎么说呢？更直击这个问题本身。更专注的回答这个问题本身，不要去说一些跟问题无关的，就是长篇大论的说啊，我们更像辩论一点啊，好不好？这样的话，如果你们就是说的比较兴起，偏离了主题的话，那我就会介入啊，把你们拉回来啊。那不需要我的时候，你们双方就可以直接自由辩论啊。好，你们谁说话的时候呢，我就会把你们这个画面放到这个中间啊。好，那就老李先来发问吧。好吧。那我先说吧，是这样，我正好呢，昨天呢，还是前天，我看了北京一期节目啊，就是说这个第一性原理和这个奥德赛的一个事情，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在这里边呢，就是说一个政治、文化或艺术的问题，我们我们的第一性原理，它不一定是一个确定的东西，它不像工程的问题，它有一个客观的答案。那正好，我们今天可以先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谈什么。我其实特别想把这个共识先达成啊，所以我想一直在寻找我们今天这场对话的第一性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先提出来一个，我们来探讨，好吧？所以我今天想谈的呢，其实也不光是特朗普这个人，也不是他的一个具体政策。当然，我不喜欢特朗普，但我不认为我是在黑他。啊，这只是一个标题，我们搞笑一点，对吧？这个我并不认为我在黑，我只是说我客观的提出了一些构想。那么这个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是一个民主国家如何面对权力。具体到这个事情上来说，就是宪政的第一性原理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我们不是要找到一个完美的领导者，我们不是要说掌权的一定就会滥用权力，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民主制度的核心或宪政的第一原理，就是一个不完美的领导者，国家也能够来运行。我们不能把制度建立在这个掌权者他不会滥用权力的这个基础上。我更多的要谈的是这个层次上的问题，就是我们选上来一个人也好，我们拥护这个领导者也好，我们要假定他有可能破坏规则，有可能突破权力边界。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它关到这个制度的框架之下。所以我呢是想做这么一个第一性原理的探讨。那么是不是这个张琪也同意？就是你同不同意一个国家的民主国家的制度应该把掌权者的权利牢牢的束缚住？你同不同意？还是你有其他的想法？我同意，完全同意你的这个就是
就是你刚才这个描述吧，就是说民主政治的目的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嘛，这是针对于集权那个政治的，就是一个反面吧，就是说啊，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那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就作为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我觉得就固定下来啊。所以我呢，就为什么我不喜欢或者说我黑特朗普呢？就是川普呢，就是因为我认为他破坏了民主宪政的这个几个支柱。我呢分4个方面，后边有2个尾巴啊，所以整个总体来说是6个方面，希望能跟这个张琪来探讨。那么我们先说民主宪政的4个核心支柱是什么啊？第一，可信的选举，那么这保证权力来自于人民。第二是独立的司法，保障掌权者遵从法律。第三，依法行政啊，这个保证这个权力不突破边界。第四，自由的媒体，保证公众监督的政府。那么我来论证的恰恰是为什么我认为川普正在怎么说呢，削减这4个民主宪政的4大支柱，这就是我反对它的原因。所以我从这4个方面一会儿呢一条一条展开来探讨。我一会儿呢先开始。那么我想把这个问题呢先简单的抛给这个张琪，就是你认为川普在整个行政的过程中有没有破坏或者说是削弱美国的这一套民主法治的制度？我先不谈那个，就是川普他这个人有没有削弱这个法治的制度，或者他有没有试图就是冲出这个笼子啊，就是不受这个束缚，不受法律的束缚，就是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对他的观察或者考虑有可能是不是很全面，或者是那个不够啊。我就说，就是我的观点是，就是人。就是任何一个人他都有权利的欲望啊，就是说他想做事，或者说他那个就是对权力的扩张是来自人的本性啊，所以说就是民主政治就是因为对人性的怀疑或者对人性的不信任，所以才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就是说对于掌权者的束缚，这就是区别于独裁政治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就是明显的一个那个区别啊，所以说就是我说特朗普他有没有就是这个冲破笼子的欲望？我认为我认为只要是人就有冲破笼子的欲望特朗普也是一个人，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框架，在这个逻辑下，他肯定也是有的，这是我对你的回答。我是这样啊，就是可能我没说清楚啊，就是我认为它不仅仅是欲望的问题，它已经对这4大民主的基石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了啊，这是我一会儿要论证的。好的，那我回你一句好吧？啊，好的。就是说你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特朗普这个人他对民主的基石产生了冲击。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不是那个特朗普本人的问题，这是就是一个制度设计者的问题。就是说，总统他试图想那个突破权力的边界，那么就是法律设计者或者说民众或者说媒体啊，他的职责是监督他不要冲破这个边界啊。就是说这个责任到底是在那个就是我们要求有一个所谓的明君啊，就是说我是一个圣人。我严于律己，我绝对不冲破这个边界，还是那么我们把这个权利掌握在一个监督者的位置上，比如说媒体，你刚才强调的自由的媒体，比如说这个完善的法律设计，比如说三权分立这些，我认为这个主要的职责就是在于监督方，而不在于我们要求他有一个道德上的自律，这是我的观点。行，那是这样啊。我觉得这样，我插一句啊，我觉得张琴有一个问题你刚才没有回答啊，就是说因为后面呢，因为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在这儿介入啊？就因为如果你不去更确定的回答的话，你后面我们的这个老李刚才说的，他可能还要从4个方面去论证这个问题，就展开不下去了。他其实上问的不是说特朗普这个人他的作为人性的个人欲望
有没有想突破这个牢笼，也没有问说如果他突破了这个牢笼，究竟是他个人的责任，还是你说的制度媒体的监督的责任，也不是这个角度。就是你刚才回答是这2个角度，但是他其实问的是你个人啊，张琪你个人，你来看待特朗普这个人的个人做法，以及他作为美国总统啊，甚至他所带领的团队啊做的所有的这些政策，在这第2任期做的所有的事情，可能也包括第1任期啊，我不知道老李这个问题具体是指哪个任期 ，OK， 我们就算他全都包括吧。究竟有没有突破过这个牢笼？就实际的实际层面，你觉得有？好的。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说在一些实际的操作方面上，确实是有就是冲击过去的惯例的这些，而且呢就是不止一次，是这样的，就是以前的总统没做过这件事，然后他做了啊，我承认这绝对是有的，就是这是特朗普的那个他的特点，就是说他执政以后他打破了很多先例啊，这是我承认的啊。但是就是我不能从动机上推论，就是他想挣破笼子，就是说一个人的那个他做了什么事情和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旁观的人，你只能从他的行为上来推论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是肚子的蛔虫，你不能够说他为了就是他到底是为了干事儿。想突破这个权力的边界，还是他为了就是权力欲而想突破这个权力的边界？这个我们不好推论。我只能说从行为上，就是他确实是打破了一些就是以前的惯例。是这样的，就是说老李说这个我这个现象我是承认的啊。OK， 那老李你对这个回答满意吗？你还要在这个点上去追问什么问题吗？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是，我想探讨的是。它是否已经实质性的不光是突破的问题，因为你突破一些也可以回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讨论的是，它是否已经真实的伤害了这个制度本身，它真的造成了这些我们说4个支柱的松动也好啊，缺了一些支撑也好啊，就真实的冲击了这个制度。我想讨论的实际上更多的是这个层面。那我觉得这样啊，我们就现在进入到更细化的问题吧，不用在这个笼统的问题上说，特朗普是不是已经实际的对这4个支柱造成了损害？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这4个支柱，好吧？一个支柱，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具体的问题来继续辩论。好的。那我想第一个呢，可能张琪100%能想到我要说什么，一定是2020年选举。对吧？这个是谈特朗普绕不开的一个问题，这个包括观众朋友也是有预期的。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这一次选举，我们看啊，他有多少个投票有问题，就去抠这些细节，我都不去做这些事情。我想说的就一件事儿，川普是在所有的或者基本所有的法定程序结束之后，持续不断的继续否定202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并且一直在传播没有充分证据支持的舞弊的指控，这是我认为川普在这里边最大的问题。他这种做法可以说现在已经造成的影响，就严重的削弱了公众对选举制度的信任。这是我认为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我插一句。你刚才说就是他在传播就是未经证实的关于舞弊的，就是这个言论，这个我觉得那个我是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就说你指的这个未经证实的舞弊的证据是指具体是指什么？是指他关于就是选举舞弊这件事情就是完全的是一种谎言，就是说一种空穴来风，是吧？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可能完美无缺。这个选举里一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你说有没有一张选票是错投的？有没有一个人是非公民他去投票？他一定有。我们要讨论的是，目前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大规模舞弊的存在，或者说改变选举结果的舞弊的存在？到底有没有证据？而这种证据的要求，不能说是你想象出来的，
不能是你认为出来的，是要拿出相关的调查的结论。请问在哪里？这个关于舞弊这个证据，你认为就是他必须得要有，就是说，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都承认了这个舞弊的这个结果，成为一个事实了之后，他才有权利提出这个疑问，还是说，我认为有这个舞弊的可能，我发起这个调查或者发起这个质疑？那你觉得就是在完全不可在法律层面上做不到这一点之前，就不能够去发起这个挑战和质疑，是吧？你在偷换我的概念或者说攻击一个稻草人啊！我并没有说他不能质疑，我说的是在已经调查现在我们说啊，在我稍微的查一些事实啊，就是首先来说，特朗普团队在60多个提起了60多场诉讼啊，没有一场诉讼支持选举舞弊的结果。乔治亚州进行了重新计票啊，亚利桑那州马里科伯县经过了多轮审查，威斯康星州部分选区重新计票，我就不一而足的去举这些例子了。所有地方的关键州都完成了重新的计票认证审计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现成规模的选举舞弊情况。当然，我不是说你必须拿到实锤的证据才能去质疑，我从来没有说就这句话。我说的是，在调查已经完成，或者说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你仍然持续的输出这些所谓的阴谋论，并不指一定你拿到一个确凿证据我才能去质疑，不是这个道理啊。当然你有权质疑，我说的是在法庭已经判决，调查已经展开，包括现在1年半了吧，你上台1年半了吧 ，FBI 是你的人吧，联邦的叫什么？情报部门是你的人吧，司法部是你的人吧，查了1年半了，请问哪一个州哪一个县发生了规模性的改变选举结果的舞弊？拿出来一个我们听一听啊。你说就是这个法律上就是没有一场判决是有利于那个川普对选举舞弊的支持的，就是证明这个川普不应该再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再就是调查下去了，或者再继续质疑下去了，是吗？就是他没有这个他不可以再这样质疑下去了，是吧？你又混淆了我的观点，我并没有说不能再调查。可以再调查，但在没有结果之前，不要再传播这类消息了，不要再持续的攻击这个选举了。第二个，我跟你想跟你说的是，我想回应一下啊，你说你认为就是质疑叫做攻击，我认为攻击是一种就是这个价值判断，不是一个事实判断。我认为就是特朗普的质疑是有他的权利的。特朗普有权利质疑，这一方面是他的职责，一方面也是他的公民权，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赋予了他这个对于这个结果的那个发表他的任何的观点那你把它解读为攻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没了。那好，我收回攻击这2个字，好吧？那我来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就是总统当然有权利质疑，这没有问题，我刚才反复说过了。但是你怎么去质疑？法律提供了什么？提供了诉讼、重新计票、认证程序，就是为了处理这个选举中的争议。你不用这些正当的方法，或者在这些正当的方法用尽都没有发现选举舞弊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传播没有证据的这些阴谋论，我认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作为一个手握实权的美国总统，这个行为是不恰当的。他整个去冲击了选举制度，削弱了人们对选举的信任，这是我的逻辑链条。这个我觉得我回应一句就是说至于选举舞弊的不是川普一个人就是说美国的那个保守派或者是那个川普阵营的人
就是比如说那个马斯克呀、查理科克呀，或者说是那个卢比奥就这个阵营的人，他不是川普个人的一个意志，说就是你盗取了我的那个选举结果这是一个就包括那个川普的选民都是有大量对这个选举的这结果产生质疑的。否则为什么就是川普在第一届就是他的第一任期他发生这个国会冲击事件和那个对选举舞弊的这个事件的这个调查之后然后川普输掉了这场选举，那么为什么在拜登执政4年之后川普又重新回到白宫？那这个就是如果要是大家对川普这个对于选举舞弊这件事情的这个质疑是持一个反对的状态的下，那为什么大部分选民选择了川普就说你认为这个质疑选举舞弊是川普一个人的这种行为，或者是一个人的意志？我认为这不是，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至少是超过半数以上的怀疑，而不是川普一个人。你这里边有2个逻辑漏洞，我先说第二个。你说第2次川普进入白宫，就是因为大家质疑了2020年的选举，所以我没说大家质疑了那个2020年的就是选举，而是就是在大家知道川普质疑了这个选举的这个那个前提之下大家知道川普做了这样一件事儿的之下这个前提之后，他又重新的选择了川普就大家知道那个川普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如果大家普遍的认为他这么做是错的比如说川普你质疑了合法的选举，你这么做是错的，是完全是违宪的，是破坏了我们美国的民主的，那么大家就不会支持他，对不对？那他就是等于支持了一个破坏美国民主的人，你觉得呢？我觉得你这还是逻辑漏洞不能因为选民第2次选择了他，就说明大家对他的这个行为是认可还是不认可。注意因为第2届，我反驳你一句你说要把话说完你说不能够那个，就是因为选民选择了他，就认为那个就是大家不支持他的政策。我认为选民既然就是选择了他，就等于默认支持了他的政策这是我的逻辑。听我说，选民选择了他是因为很多的方面，而不是因为一个政策或者一个质疑。我承认他在第2次竞选的时候包括那个枪击的事件，为他拉了很多的选票。他有一些政策非常的吸引选民，这不代表所有的选民对他攻击不能说攻击我又说错了对不起他对这个选举的制度造成了冲击之后，就因为这个一票否决，我就绝对不选他。大多数选民不是这样的，因为选民有很多的诉求。所以这一点上，你不能证明说选民第2次选择了他，就证明大家对2020年选举的一个态度，或者对他冲击国会的这样一个态度，这是不客观的这是你刚才说的，我认为是第2个这个逻辑漏洞。那你认为那个就是如果选民对就是川普引发的这个冲击国会这个事件和那个质疑选举结果的这个调查是持有强烈的怀疑或者是谴责的态度的前提下，那么选民还会支持川普吗？如果大家就是就不说所有的美国人，就说支持川普的这部分人，如果对他这一项行为持强烈的谴责或者是质疑，认为他没有资格当美国总统，或者他的当选会对美国的法律或者是美国的那个宪政或者民主造成强烈的破坏，如果大家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前提下，即使川普的政策有很多的好的方面他支持的方面，那么在这种权衡之下，你觉得美国民众还会选他吗？因为就是冲击美国的民主，这是一样非常严重的就是道德指控，或者说是一个那个刑事指控那我觉得，就如果你觉得川普就是这样一个那个破坏美国民主和那个宪政的这个罪人，那么民众还会选他吗？第一没有到罪人的程度 ，OK？我一直说的是他削弱了公众对选举的信任
好吧？只是到这个程度而已。你说他削弱了这个对选举的信任，就是这个证据是什么？你听我说完，能不能让我把我的论据和观点表达清楚，好吧？因为咱们现在只是说到第二个这个刚才你的逻辑漏洞啊，就是好的，我问一个问题，你说就是川普削弱了民众对选举的信任，就是我想听一下，就是你的证据是什么？好，我的证据是，首先，在已经法律提供了诉讼、计票等等的程序解决了争议的基础上，仍然广泛的传播选举舞弊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只能说它是观点，因为它没有证据。你反复的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总统，在选民中，在这个公共的平台上，不断的去重复啊，这个选举是作弊了，这个民主党偷我选票了，不断的去这样质疑啊。那你怎么能证明这就削弱了民众对选举的信任呢？这个我觉得可以加强民众对选举的信任的，因为就是如果选举制度本身是值得怀疑的话，他反而对这个那个选举制度进行了维护和修缮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可以增强那个民众对选举的信任的，而不是削弱民众对选举的信任的。所以说，你觉得那个他这个行为调查选举舞弊这个行为，削弱了民众对选举的信任，它的逻辑链或者因果链在哪？你指出来给我。好，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说川普在很多的美国人心中，实际上他是有他的社会地位的，这你要承认，包括在你的心中，实际上他有他的社会地位，他在不断的质疑这个选举的公正性。那么你会不会就跟着去质疑这个选举的公正性？你自己考虑，你也会跟着他去质疑。我们要有一个他没有证据，就是说，你认为民主制度是完美的吗？就说民主制度是绝对不会出现漏洞的吗？不完美，但是我说的非常清楚。刚才我反复的强调，我要把这话题拉回来，你不要跑太远。有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了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证据？我认为舞弊的证据有吗？目前就是针对选举舞弊这件事情还没有，就是达成一个定论或者一个结果，它处于一个过程之中。听我说，既然是过程，为什么你就拿结果出来说事儿呢？那因为你听我说啊，因为你在质疑选举的结果。并不是说这件事儿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已经有法律的诉讼，已经有重新的计票，已经有国会的认证，它是完成了程序的这样一个结果。你质疑，你就要举证，而不是说啊，你也没拿出这合法的证据，已经摆在那儿了。我说的非常清楚，合法的证据摆在那儿。那我回答你这件事情啊，就说一个法律上的判决，它有的时候是好几位大法官共同的投票的结果。比如说5-3或者说是那个5-4或者5-1这样的就说一个结果出来了，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认同这个结果，明白吗？就只是大部分人对这个结果认同，少部分人对这个结果不认同就是说，所以说这个结果虽然出来了，不代表人就不能够继续再对这个问题进行追问或者调查了，人还是有这个权利的川普有他的权利，每一个美国人也有他的权利或者说只要每个吃瓜的群众也都有这个权利，这是言论自由对不对？好的，而且正在等你说这个。我再说一点就是说他的反对派，比如说民主党比如说川普的反对派也有同样的权利去质疑川普的质疑就这个权利是对等的。川普可以质疑那个选举的结果，然后民主党也可以批评川普对于选举的结果的质疑，也可以维护这个选举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双方的在那个言论自由上的那个权利是平等的然后我继续回应是这样咱别跑得太远，好吧？这就是刚才我所谓的你的第一个逻辑漏洞。你刚才第一个的这个有一个观点，说有多少人相信，或者有多少人不相信
对吧？你所谓的事实是有多少人相信这个事实？我呢，在这块呢，我想给大家呢，咱们回溯一下历史，好吧？看看这个，我这儿加一句啊，就是，张琪，你认为什么叫事实？你来给我讲一下。或者什么叫没有争议的事实？你把这个话题咱们探讨一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认为什么是事实？就是我先问你的，你先回答我，你认为什么叫就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吧？对。我是一个人，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我如果不同意你是一个人呢？可以呀，那你可以，我可以列出任何那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你都可以反对。比如说，我说这是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当然你也可以反对它呀，对吧？好，那我问你，我只是说我认为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好，我问你，如果有很多人质疑，是不是这个事情就变成不是事实了，就变成一个有争议的事实了？很多人都可以质疑，不代表它就不是事实。就是质疑的人足够多，也不能把事实变成可争议的事实，是吗？对，不一定。好的，那我觉得你这点上还是很客观的。我想的例子呢，我就不举了，好吧？就是说，人数并不是决定一个事情是否是无可争议事实的标准。那我想问你，一个事情是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或者说是无争议？我不是说无可争议啊，就是无争议的事实，这个标准是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说什么？你说就是一件事情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它的标准是什么？是吧？对，什么叫无争？就是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就可以说这件事儿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了。你觉得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就可以这样说了呢？其实事实上没有这个标准啊，因为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限的事实，它都是可以经过时间或者是有可能会被推翻的啊。就是事实上，就是现实世界中其实没有一件东西是完全不可撼动的真理。那好，那我问你，如果说99.99%的人都认为这件事儿是不正确的，它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争议事实？也不能足以就是改变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我觉得你非常好，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所以我提出来我的标准，一件事实是否成立的标准是什么？跟多少人相信、多少人拒绝相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事情，听我说完。你说没有任何关系，其实也不对，也有关系。说完啊，你让他把这个陈述说完啊，再。好，你说。那我换一个说法啊，可能我说的刚才可能词儿上有点极端了，好吧？我换一个说法，一个事实是否成立，不取决于还有多少人拒绝相信，它取决于证据是不是达到了可靠的标准。这尤其在历史上啊，尤其科学史上发生了无数多次。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事实，实际上是看拿到了多少科学证据。包括我们回到这个选举上面，就是任何人，总统包括川普的支持者质疑这个选举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首先没有拿到这个选举舞弊的事实的证据。第二，法院这个核查机构、选举委员会都做了核查的情况下，没有发现证据的情况下，当然我们作为普通的公众讨论，你喝酒聊大天都没有问题，网络上争吵没问题。但是一个总统可不可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持续的传播和指控这场选举一定是作弊的？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好吧？你有什么证据？就是说川普曾经说过这个选举一定是作弊的。川普说过这样的话吗？我觉得这个事实就由网友和北京你们就主持人来做一个判定。我这样啊，我那个张琪啊，我问你几个小问题啊，我突然感兴趣啊，你就快速的回答一下我啊。首先就关于因为你们现在在聊这个选举舞弊的事儿嘛，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我现在问的是你个人的看法啊，
不是川普的看法或者谁的看法，就是你张琪个人的看法。你觉得存在这个选举舞弊吗？我觉得存在。你觉得存在哈？好，是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呢，你为什么觉得它存在？也是根据一些，我就是根据我看到的信息吧，对，或者是我看到的这些信息是不是大量的来自于川普说的话，以及他的团队说的话，以及支持川普的人，比如马斯克或者你刚才说的路比奥或者什么人啊，就是那你看到的信息大量的来自于他们，对吧？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们，有一部分不来自于他们。其实我认为可能是很大比例的，应该是，对吧？那你这也是你在网络上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你这句话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负责。就是说你对我的信息来源做出了一个主观的判断。你听我说啊，我是这场对话的主持人，但是呢，我们这不是一场比赛，明白吧？我不是裁判。我不是裁判，我不会在最后说公布说是老李赢了还是张琪赢了，我不干这个事儿啊。而且本质上来说呢，这是一场对话，明白吧？就是实际上是我们3个人的对话。当然了，主要的舞台我今天交给你们2个，但是你们俩聊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让我产生一些问问题的兴趣。所以在这个点上，北京这样，没有这个问题，老李你让我问完，就是直接的回答你了，就是你问我到底是那个就是认为这个选举有没有舞弊，我直接回答你，我认为有。对，所以我就想问你们，当第2个问题是说你为什么认为它舞弊，然后你说你看到了很多信息，对吧？那么好，我第3个问题刚才就问你说你的这个信息是不是？那好，我们也不管这个比例了吧。至少你刚才承认了，你是吸收到了很多来自川普以及他的支持者以及他团队，包括一些川粉啊，大量在网上传播说这个选举有舞弊。你是看了很多这些信息，对不对？然后慢慢加上你自己的判断，形成了你刚才回答我的那第1个问题，就是你认为选举有舞弊。我可以就是完全承认这件事情，就是说，我的信息有可能。肯定是大部分来自于就是支持川普的这部分媒体来的。那么反过来就是反对川普的这部分人认为就是那个选举没有舞弊的，那他们的信息的来源是哪呢？就是肯定是来源于相反的信息渠道的。那正好我也正想问你这第4个问题了。那么你刚才说的，就说认为这个选举没有舞弊的人。或者说反对川普，或者就说川黑啊，或者像老李这样，就是可能他也不是川黑，他只是在论证这个问题啊。好，网上也有大量这样的信息，对吧？那么还包括刚才老李说的，就是比如说川普啊及其团队发起的60多起诉讼啊等等，就是在美国司法界啊，对于有没有舞弊也下了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对吧？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结论。好，这些信息其实你也都看到了，对不对？那我就想问啊。这些认为选举没有舞弊的信息，为什么没能说服你呢？或者没能影响你说相信选举不是舞弊？就是你现在还相信选举是舞弊，为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同样可以那个问老李，或者说那个相信选举没有舞弊。你不要绕，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辩论。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好，这个问题你可以同样问。好的，那我直接回答你好吗？对，我直接回答你啊。是通过我对就是民主党的那个观察就是我对民主党的观察让我相信了这个选举舞弊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阴谋论。所以好，我就问你，算最后我们这小环节的最后一个问题啊，问完之后你们俩继续辩论。我想问你，就是说，其实老李的意思是说，在这么多的司法的一些过程里啊，都证实说选举没有舞弊，然后但在这个前提下，但是川普还在不停的说，对吧？因为他是有影响力的嘛，因为他说一句话和我们3个人说一句话，在网络上影响力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你可以影响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对吧？那他反复的说选举是有舞弊的，民主党偷选票，什么什么拜登什么，说一大堆这些话。好，这些话其实就会影响很多川粉的认知，就对你影响有多大我不知道啊，我们也不在这儿去猜了啊。但是呢，你
但是如果啊，我们假设一个情况，比如说通过这些司法的判决，目前没有证实说有铁的证据说选举有舞弊，对吧？那如果川普作为一个总统啊，他稍微的怎么说呢？换一个方式啊，他不再这么喋喋不休的说，哎，选举就一定有舞弊什么的，就稍微客观一点，或者说的稍微温和一点，那他是不是能够影响像你这样的川粉更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呢？会不会就有一些人他就觉得可能选举没有舞弊？你觉得会吗？好的。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觉得就是选举舞弊，在你的认知上是一个100%不可能的事情吗？就是这件事情经过很多场那个诉讼之后也判决了啊，就说能不能证明选举舞弊是绝对的100%不存在的？不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当然了，就是有可能存在，有可能不存在。但是是这样啊，你看啊，我认为选举舞弊有可能，但是我的认知跟你是不一样的。你认为是一定存在选举舞弊，对吧？我认为是都有可能。就是我没有说那一定存在选举舞弊，就说也是有这个可能。你也是认为有可能，对吧？有可能，对。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有可能，但是我非常尊重美国司法的一个认定，就是目前没有证据。好，没有证据的话，那我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去喋喋不休的到处去说。你看我在推特上也好，我做油管节目也好，我就不会去说，哎，这个选举还是有可能有舞弊啊。即便说第一场诉讼判了，第二场诉讼判了，60场诉讼判了，我认为它还是有可能。就我追着这个事儿，我认为它有可能，我不会这么干。我不会这么去表述。我觉得可能老李在这个问题上最想问的就是说，川普的不管是他的性格，还是说他的说话方式，还是说他现在当一个总统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影响力，他是不是没有去好好评估这个影响力？他有没有必要这么喋喋不休的就说选举有舞弊啊，有可能有舞弊，你这些司法判决还是有问题什么，就一直在这么说？其实他是在影响很多人。那么老李想问的问题，其实他在这儿，让我说完，让我说完。老李的问题就是说，目前川普在说这个选举有可能有舞弊的造成的这个影响力，是不是对美国选民对这个选举的一个信任啊，造成了一个破坏的影响？你认为有没有？你说具体的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比如说啊，很简单，一个人觉得这个选举有舞弊，对吧？和100万人觉得选举有舞弊，和1亿人觉得选举有舞弊，那影响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觉得就是民众觉得选举有舞弊，就等于民众对就是民主制度不信任，是吗？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不相等的。我没有说这两个问题相等啊。我只是在把老李的问题去更清晰的表述给你听，就是说现在在探讨的是。那我这个问题也不是问给你的，我问给老李的啊，就是说民众认为选举存在舞弊，等不等于民众对民主制度就没有了信心，就不信任了？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啊，老李来回答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民众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整个的选举，其实它不仅仅是要一个结果，而是要所有的人形成一个共同意志，我们相信这个选举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在G6的时候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就是人们去不信任这个选举，去冲击国会，这是违法行为啊！这待会儿我们在还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啊，这是美国宪法之耻，就是等会儿我思路啊，好，就是你如果说民众不信任这个选举了，实际上这个选举的基石就被破坏了。好，我可以回应你吗？你说吧。就说你认为选举的基石被破坏是在
民众对选举舞弊，就是民众相信选举存在舞弊的前提之下，就你认为这是一个因果链，民众首先相信选举有舞弊，然后呢，民主制度的基石就被破坏了，这是你的那个逻辑是吧？你不能这么简单，听我说啊。这样，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拆得更简单一点啊。张琪，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觉得选举有可能有舞弊，对吧？对吧？好，是的。那么你觉得这个选举有可能有舞弊，那你还相信这个选举吗？你还会参与到这个选举吗？肯定相信呢。就是我给你解释一下，有可能有舞弊，但是你还相信它？当然了，因为民主制度是什么呢？民主制度不是说它不可以作弊，或者说它没有漏洞，或者说它是完美的，而是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就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就是政治模式，就是说你有来我有往啊，这个不但共和党的人可以那个去怀疑民主党有舞弊。反过来，民主党也可以怀疑共和党有舞弊。不单单是，比如说你是一个美国的选民，假设啊，你是一个美国的选民，你有投票权。那好，你现在觉得这个选举制度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有舞弊嘛，而且还查不出来这些东西啊，那你还会投票吗？当然会投票。我觉得选举制度有问题，不代表我就说啊，我们不搞民主了，我们去搞。就学中国吧，学习近平，我们搞独裁去了，不是那样啊！我觉得选举制度有问题，我们就要修复这个问题啊，就要把它完善回来啊，是这样的，这是这样一个逻辑。同样的问题啊，我也想问老李啊，就是老李，你如果是一个这个美国的选民啊，那么说如果这个选举制度有舞弊的话，假设啊，那你还信任这个制度吗？你不信任啊，肯定不会啊。你看，这就是你们俩完全不一样的回答，对吧？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听我说，听我说完，听我说一句，听我再说一句，听我说，张琪，咱们这个问题不纠结了，咱们呢，这个我觉得，再纠结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了，就是到底我们都觉得他舞弊了，我们还去不去投票这个问题，你的认知和我认知不一样，我尊重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先问你一个问题吗？你问我一个问题，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完了，你马上问我好不好？不是，因为我这个问题是就是由于你刚才那个结论而得出来的，所以我先问你这个问题，好吗？你们俩商量，谁先？你说吧，你说吧，没关系的，我大度一点，没关系，你说吧。好的，因为一开始我问过你，就是你认不认为世界上存在完美的制度？你说不存在是吧？你认为存在完美的制度吗？不存在。不存在是吧？那你刚才又说，就是如果这个选举存在舞弊的话，你就不相信这个选举制度了。那你认为这两方面又偷换概念，又偷换概念？听我说啊，听我说，我相信制度不完美，其中有可能有错误，和我相信它有大规模的舞弊是两件事儿。当然，它里边有问题，比如说有可能有错记的选票。对吧？因为这是有统计的啊，你可以去查一下 就有一个叫fact check 啊，专门去统计过美国历史上的选举有这种给非选民、非公民发选票的事情啊，就是这种事情的概率基本上在几十万分之一，甚至100万分之一。我们不能说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个是在美国有多项的研究，就是错记选票。非公民投票的这个概率是极低的，你可以自己去查。你为什么能就是证明这个就是调查是有权威性的？就是它是因为这是一个长期跟踪调查，并不是说川普上来了我们才去查的，明白吗？这是一个历史的跟踪性的研究，它是整体的一个研究，出来的结果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因为错误，系统中的错误是稳定存在的，就像那个黑客帝国里，对吧？这系统中的 bug 是稳定存在的，它一定是有 bug 的，但是这与系统性的有这种大规模的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舞弊是两件事儿啊。我相信它一定有这个少量的错误
bug 和我认为这个选举糟透了里边全是舞弊，买满了这个什么这个虚假的选票啊等等，这是两件事儿啊。我已经回答完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我们就结束这个话题吧。我觉得已经争论的太多了，1个小时了。这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谈不了6个小时。好的好的。好，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直接的回答我。出现什么样的证据会让你认为2020年的选举没有作弊？就是你认可2020年的选举结果，你就告诉我达到什么标准可以让你有这样的观点，或者可以改变你现在的观点。我不太明白你这个问题，就是具体在问什么。那我来自问自答一下，出现什么样的证据会让我从一个相信这个选举结果变成强烈的质疑这个选举结果？也就是说，有法院的判决，有最终的官方的调查结论，查到了大规模的选举的舞弊，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舞弊。当出现这些证据的时候，我会马上改变我的立场，而且我会毫不迟疑的说我错了，我会认错。我想请问，在出现什么证据的情况下，或者达到什么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改变你的认知和这个看法？其实我觉得那个川普的看法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川普没有否认你这个结论，就是川普输掉了2020年的大选呢，他下台了呀，对不对？拜登上台了。是不是？就是说，在川普质疑这个选举结果的前提之下，他还是下台了啊，他没有继续执政啊。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在出现一系列的，就是说那个指向啊，就是不利于川普的情况下，他要不要承认这个结果？他承认了啊，所以他下台了啊。这个我认为是你把问题完全没回答对方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再简化一点，因为刚才。对，再简化一点，我再给你重新说一遍，翻译一遍啊，就是说你刚才说你觉得选举有可能有舞弊，这没错吧？你觉得选举有可能有舞弊，那老李问你的就是说，当什么情况发生，触发了什么条件，或者有什么样的证据出来等等啊，你会改变你这个想法，就是你认为选举肯定没舞弊，这次选举没问题，就你什么时候会这么看这个问题？还是说你永远不会？是这样的啊，就是不单单是对那个就是选举制度，而是对美国政治的一个全面的观察之下，就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都在一个水平之上的时候，我会改变我的就是看法，就我认为这个选举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不是单单一项证据，而是综合的一个观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需要一个整个美国的政治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你观察这个变化之后，你才会改变你的想法，是吗？是的，不单单是就是那现在的美国的政坛的这个就肯定是还没有触发这个条件嘛，对吧？还没有本质的变化，对吧？你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的，那好，那如果是整个这个环境都没变化的情况下，你就认为选举肯定是有可能有舞弊的，那我就问你，那你说这一次，就2024这个选举有舞弊吗？你觉得？当然有这个可能了，就是民主党有可能作弊，共和党如果就是他不是傻子的话，他也有可能作弊啊。所以说，川普质疑的不仅仅是对手，也是他自己我拦一句啊，怎么看啊？我拦一句啊，川普可不是质疑这个就是刚才我就是张琪说的什么，他不光是质疑民主党，他也质疑共和党，对吧？可是你看，川普质疑的是哪年的选举？他没有质疑过2016年的选举，他也没有质疑过2024年的选举，他就盯着那一届2020年他败选的那届选举来质疑。也就是他认为，只要我赢了这个选举，我绝对不说他有问题；只要我输了，那就一定有问题啊。另外，我想观察的是什么？
等会儿我没说完啊！2016年，民主党不作弊，让川普上台，然后川普执政时期，对吧？民主党作弊，让这个拜登上台，然后拜登执政期间，2024年，拜登执政期间又不作弊，又让川普上台，这合逻辑吗？合逻辑啊！我给你解释，你听啊。2016年川普上台了，不代表他没有作弊，只是有可能作弊的程度没有达到足以改变选举的结果啊，不代表作弊没有发生啊。那么同样的逻辑也是在这一次2024年的选举上，也不代表没有作弊的情况下啊，就是作弊它不是一定就可以改变选举的结果的。啊，它有可能也会出现意外的，它不能。如果要是一定可以改变选举的结果，那就不是美国了，那就是中国啊。那就是说，通过啊，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冒着，哎，你知道什么叫联邦重罪吧？你知不知道？在选举中作弊是联邦重罪？好，现在一群人。因为选举作弊，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在那儿拿手一填就完了，他一定是大批的系统性的去作弊的，啊，那么这么大规模的作弊，在川普的任上，我民主党做了一个有可能改变不了结果的作弊，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风险是什么？对吧？你认为这合乎人性？我认为这不合乎人性。他在作弊的时候，其实他对结果不是100%有预期的啊，就是他不知道这个作弊是有可能不成功的，他是奔着成功去的，但是不代表就是说他认为有失败的可能就不去做这个行为了。那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天下就没有人会犯罪了啊。联邦虽然有重罪，但是杀人也是重罪啊，强奸也是重罪。那为什么在人知道有这个惩罚的前提下还会犯这个罪呢？因为有激情犯罪啊，它不是政治啊。我再插一句嘴啊，张琪，我又觉得挺好笑的一个事情，我挺想问你的，就是你认为川普或者他这个团队啊，有没有可能也舞弊？有可能，民主党也舞弊，共和党也舞弊，只是说这一次选举谁舞弊的比较厉害，谁战胜了谁？你是这么认为这个事情的是吧？就大家都在舞弊。我认为就是既然那个舞弊这个在这个选举制度上啊，就是存在这个舞弊的漏洞，那么在逻辑上就是双方都有这个可能啊。那比如说啊，如果有一天证实说川普也舞弊了，我说的这个话不是否认就说拜登舞弊啊，我不是说拜登没有舞弊或者哈里斯没有舞弊啊，我们先不讨论民主党有没有舞弊的事儿，我们就说共和党说川普啊，假设有一天证据说好，川普也舞弊了，好吧，我用一个也字啊，也舞弊了，那你还会继续觉得自己是川粉吗？我会由于比如说他在舞弊方面，那我肯定是否认他了啊，就是这一点我否认他了啊，但是不代表否认他所有的政策，明白吗？就是说他其他我支持的政策我依然会支持，但是在舞弊这上面我给他打了一个就是叉啊。那你在舞弊上给他打一个叉之后，你还会自称自己是川粉吗？其实我自称是川粉，其实这个川粉这个标签也是就是别人贴给我的嘛，就说啊，你支持川普，你是一个川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川粉也无所谓啊，就是也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东西啊。如果他也是那个选举舞弊了，到底我还会不会是一个川粉？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到时候再说，有可能就不会是川粉啊，有可能就脱粉了，这个有这个可能啊。因为那个就是我的小问题问完了啊 ，OK， 那就是老李继续啊。好，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吧，这个话题纠缠的时间太长，好吧？好，然后这个我觉得刚才这个话题咱们聊的特别好，就是说我觉得都聊到表上去啊。是。至于这个到底是什么个结论呢？可能大家心里也自有公论，是吧？这个没有关系的。第二个呢，我想谈的问题呢是独立的司法。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核心，也就是
一个民主社会如何处理权力与司法体系之间的一种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啊，川普在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司法结果的时候，也就是法院判决的时候，他经常将这种法律争议上升到对这个司法体系或者法官个人的攻击上。这个是有大量的这个社交媒体啊、视频啊一些引用的啊，辱骂这个不能说辱骂，反正是很强烈的言辞去对这个法官说你是一个是吧，是个左派的法官是吧？你是一个什么什么的，就是他把这种就事情公开化，而且长期的这样去攻击，又说攻击了啊，就是长期的去对法官个人也好，这个法院的判决也好，提出很强烈的这种质疑。当然，我认为质疑是权利，司法体系也不是说100%的这个，就是我们认为100%正确。但是我认为，作为一国之总统，作为手握实权的美国总统，应该对法院、法官和判决有基本的尊重。我认为，在这样反复的这个骂法官的这个情况下啊，包括有些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受到了家庭和个人的一些威胁了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实际上它削弱了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但是这个我想说的补充一点的是，司法体系，美国的司法体系有非常强韧的基础啊，比如说这种所谓的公示吧，可能也没有完全的奏效。美国人民呢还基本上是相信法院的。我只不过认为可能削弱了某些人对法院的信任，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对这根支柱的一个小小的冲击，可能也没有巨大的破坏啊，它是一个小小的冲击。这个我希望呢，这个可能我们就不太多的去讨论了啊，但是我提出我这个观点，您稍微回应一下就好了，好吧？好的，就说民众对司法的那个信任度下降，或者说民众对司法不信任了，与川普对司法系统的批评是否有一个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你这个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你是怎么得出来的？比如说，美国民众现在对司法不是很信任了，那这个不信任是来自于川普的批评吗？你认为是这样来的吗？还是说，民众对那个司法系统的判决，或者说它的公平性已经产生了怀疑啊，然后才引发了批评？你觉得这个哪个是它的前因后果？是它司法系统首先不值得信任了，然后才引发的批评，还是批评导致了人对他的不信任？回应你一下啊，是这样的，因为川普是一个公众人物，是手握实权的总统，我们一定要强调他的身份，他不是个普通的美国公民，他不是在网上说话的一个网红，一个普通人。你手里掌握的实权，你有那么多的支持者、追随者啊，我们不仅仅是支持了，现在很多人是一种追随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谨言慎行。你现在对法官司法的攻击，很多情况下他是质疑法官的政治倾向，用贬损的语言描述法官，暗示这个案件的政治动机，这会削弱这些支持者。你刚才用的这个词，比如贬损，我觉得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就是说，你就是一句话，它到底是批评还是贬损？就是你能拿出来一个具体的就是证据吗？就是说他在贬损他，而不是在批评他，而不是在指出他的法律漏洞。它是一个事实问题，还是一个你的价值判断问题？好吧，这个我承认，这个事实我没有去非常细致的核实，但是我们可以今后再去核实，好吧？如这个事情我是承认，好吗？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事实啊，是我的认为，他肯定是有过一些比较激烈的贬损性的言辞，但如果没有，我道歉。你听清楚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我道歉；如果有的话，那我说对了，好吧？如果没有的话，可能那么我们把这条排除出去，好吧？我是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又把事情加了，说我哪个词儿说的可能不对，因为咱们是一个聊天儿，不是说我拿着一个说长篇大论的一个东西来跟你这儿怼啊。就是他对
法官的这种描述也好，质疑也罢，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一个实权的总统，我认为不恰当。你认不认可这一点？你认为不恰当，当然有你的权利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权利，对一个公众人物做出他的判断，就是说价值上的判断。你认为不恰当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就是有的人可能认为是恰当的。我觉得我那么们在这儿加入一个例子上吧，因为你们都在这个大词儿上去绕啊，我也做一点主持人该做的工作啊，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川普的贬损的例子啊，我找到这么一个例子，我先给它打上来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说2016年的时候，这个例子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啊，等于有这么一个法官，对吧？那么好，他就这个川普呢，就反复的去说这个人具有墨西哥血统，啊，你觉得这个算是啊？这个还没打全啊，这是打全的，这个算不算是一个典型的贬损的例子呢？有可能算吧。就是说，川普由于他的那个就是这种他的言论风格吧，就是上期我也说过，就是说我认为你说川普有什么缺点，我说就是他在言论上有的时候不加那个就是限制，就是他的言论有点那个有的时候会得罪很多人啊，是就是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就是可以说是那个比较粗鲁的言论。啊，这样的啊，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样也给他招来很多，我觉得不就是招说一个，来很多非议。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粗鲁言论的问题，等于你实际上是在淡化他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段话说的挺清楚的，就是他在以这个法官的族裔，对吧，墨西哥裔来质疑他作为法官的公正性，这个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不只是粗鲁的问题，对吧？好的，那我回应一下啊，这是一种种族歧视言论。好的，好的，你可以认为它是种族歧视的言论。你认为是？那么就是我可以回归一个啊，就是说一个人的种族是否可以影响他的法律判决，就是他的动机。对，这就是川普质疑的嘛。我说啊，就一个人的族裔是否会影响他自己的行为，还是一个人的族裔绝对不会影响他的行为。就比如说一个穆斯林。他的信仰会不会影响他的？比如说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会不会影响他的政策？那一个中国人，比如一个华人在美国当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个政府人员，会不会影响他的对华政策，或者是对美国的华人的政策？就是我是提出一个问号来啊，我没说一定会或者一定不会啊。所以说川普质疑他的那个就是他的族裔，就是影响了他的那个就是判决，这是一个毫无道理的指控，还是一个合理的怀疑？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但你先回答我，刚才你没回答我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川普的这个话用这个族裔他的身份来质疑他作为法官的这个公正性啊，这个话这个算不算种族歧视？你认为？我认为不算。你认为不算哈 ？OK。如果他的那个就是判决明显的就是跟他的族裔产生了因果联系，那么对他的质疑就不算是种族歧视。好，这是你的看法。好，我问完了啊，继续。我对这个我就不予回应了。这个严重的种族歧视都可以这样说，那我就好的。刚才那个我也是没什么想说的，没回答完你。就是你刚才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重复一下吗？因为北京那个就是插了一个小问题啊。现在我是1对2的状态，没有 no，不是1对2啊，是因为很多时候你并没有正面的回答问题，你在绕来绕去，你并没有能够就是还需要我来翻译一下老李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有时候会介入。因为如果说一直是对不上的话，那我们这个对话就没有意义了嘛，它会拖很长时间。老李问了问题 A， 然后你一直在说 B 和 C， 是这个原因啊，我才会问你一些小问题，把你拉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啊，不是1对2啊。你们继续。那你觉得老李问的我哪个问题我没有正面回答？刚才我都已经说过了啊，不要再绕回去了啊。老李你继续啊。好，下一个问题。下一个我想谈的是这个依法行政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是整个的川普团队在执政时，我觉得问题最大的。那么
可以说，其实川普在执政过程中有很多政策本身的目标，就是本身他的理念，我是不反对的。这里边比如说这个可能赴美产子的这个问题，对吧？就是我们先说一个啊，就是赴美产子这个问题。你是可以去严厉打击这个行为的，因为它显然与签发这个 visa 就签发签证的目的是不符的，你完全可以去打击。但是你能不能说以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去废除出生公民权？这是对宪法的这个公然的挑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个，那我就你刚才这个话题回应一下吧，是吧？就是你就先别说第二个，咱就讨论这个第一个，好吗？好，就是说你怀疑的是就是川普对出生公民权这个案子的，就是这个就说他的政策是吧？你认为川普想那个就是取消这个出生公民权这个法律是错的，是吗？我说的是什么？就是无论你是否想取消这个出生公民权，你需要通过走国会立法的形式去解决，而不是以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去解决。这就是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的行政，我回应一下啊，川普有没有签发总统行政令的权利？有，但总统的听，我没说完呢，我没说完呢。总统的行政令不能违抗法律。他有违抗法律了吗？这个出生公民权现在也是这个案子输了呀，他在那个就是最高法院不是输了吗？好，川普有权利签这个行政令，最高法院也有权利去判决这个行政令，对吧？我说的问题，咱俩又没对上。我说的是他试图用行政令的方式突破法律的界限。我说的是这点。你这个还是一个价值判断，就他试图怎么样，就是你是在揣测他的动机是吧？这不是动机啊，他是已经签了这个行政令，这个违反宪法的行政令是不是他签的？他签了这个行政令，这个行政令是在他总统的权力范围之内啊。这怎么会在他总统的权力范围内呢？这是一个违反法律的行政令，怎么会在这个权力范围内呢？你的权力范围仅限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政啊。你这是一个违反法律的行政令，你签了，怎么能说这是遵守法律呢？那你具体谈一谈，他违反了哪条法律？就是说，川普签了这个行政令，他违反了哪条法律？就是川普有没有签这个行政令的权利？有没有？我说过了，他签行政令，总统签行政令是合法行为，但是你签的行政令一定要合法，这是两个概念，你不要混为一谈。你可以签行政令，行政令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它的内容没违反法律，是需要最高法院判决之后才知道的呀。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先后的问题。这你不白纸黑字写在宪法第14修正案条文里的，还用得着我再去个最高法打一次官司？如果要是这种行政风格的话，那以后最高法别干别的事儿了，从早到晚就审案子了。9个大法官哪儿够啊？900个法官都不够。你随便写啊。你刚才这又是一个情绪化的，或者是你的一个那个价值化的判断就是说，那你认为那个大法官的职责是什么？他不是来那个审判这些很重要的案子吗？是审判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盗窃呀，或者是抢劫这些案子吗？那我什么时候说大法官审判抢劫案了？我什么时候说大法官要审判抢劫案了？我是说，那你认为大法官的职责是什么？那大法官的职责不就是来判这些案子的吗？就是说比较重要的案子，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说清楚了，好吧？我说的观点非常明白。如果说，我认为你总统签行政令不能明确的违反法律的规定，那你说他签行政令违反了哪条法律？你又绕回去了，好吧？我不想再回应了。你这个违反的不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宪法的第14次修正案嘛，对不对？第一款，我把那是需要经过判决之后，他才知道这个行政令是被驳回还是被执行。
那他签行政令的时候还没有经过最高法律的一个判决或一个那个审查呀，对不对？那你这是一个因果问题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川普签的这个行政令有没有违反？就我现在打到屏幕上的这个，需要最高法去判决才能定，是吧？那肯定，他有权利签这个行政令，然后最高法律也有他的权利来判断这个行政令是否是放行还是阻止。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我给你看一下，2026年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正式裁定了。你现在怎么看？是我知道这个结果，就是川普输了这个官司，是啊，川普输了这个官司，你刚才绕来绕去，为什么非要说我们要等最高法院裁定？这已经裁定了，现在给你打出来给你看了，已经裁定了，这是事实。你刚才一直说我们要等最高法院裁定才能确定他是不是，我们要等最高法院裁定，你一直反复的说，现在那我问你个问题，裁定了，我问你个问题。是川普签行政令在先，还是这个法律裁定在先？哪个在先？那不是废话吗？你当然是他要干一个事情才会裁定啊。这种问题那就是有什么问的必要吗？那川普他的总统权力赋予他签这个行政令，好，对吧？现在他签的这个行政令，那我问你啊，现在最高法院判了，他签的这个行政令是不是违宪了？他这个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是不是跟这个宪法相冲突了？是不是违宪了？这个行政令没有被通过而已，而且这个行政令不是所有的大法官全部都否决票，只是多数的大法官否决了，少数的法官是支持的啊。所以呢？所以说这是一个逻辑问题，你不能因为就是这个他输了这个官司，就代表他没有权利签这个行政令的，这是一个需要经过讨论的问题。好，那我觉得老李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追问哈。我们现在已经把事实摆出来了，对吧？你最高法院的裁定是在这里的，即便像张琪说的，有少数法官不认可这个裁定，但是这个裁定我没说这个不是重要点，我说我的论点是一个先后问题。就是说，我知道，我理解。签行政令是北京是这样，北京那个咱们别让他觉得2对1，好吧？那个我也替张琪说2句话啊，是这样的，张琪的逻辑是这样的，我理解啊，张琪你看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呢，总统有权利签任何行政令，不管这行政令违不违法，他都有权签。是这样吗？不是，我得是这样。他的逻辑是，总统在白宫可以随便的签啊，不管这个与宪法或法律的条文有什么样的冲突都可以签，因为签行政令本身这个事儿是法律赋予总统的权利。张琪是这样吧？不是这样的。你说总统可以随便签行政令，这也是你的说法，不是我的说法。好，就是这个行政令，即使他。这个行政令是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它有可能是那个就是经过最高法院的裁定，它是不被放行，也有可能是被放行，处于一个就是未知的状态下，他签了这个行政令，而不是明显的就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政令，他却签了。所以我说的跟你说的是不一样的。我不纠结了，好吧？因为这已经看到了，就是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啊，就是你的这个观念和认知上，就是这个行政令跟宪法修正案的条文直接冲突，你也认为这是一种模糊，我尊重你的看法，没有问题。如果说它是直接冲突的，为什么不是全票的大法官全部都否决？对，而这个事情，大多数这个事情好否决，还有一部分支持的呢？对，是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好，下一个我想说这个 ICE 执法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就往下走了啊，就是我认为回应的已经足够多了，当然这个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啊。你也可以认为，你也可以认为这话是说给观众听的，其实没有关系，就是
这个没就是没关系的有关系，谁赢谁输我是不在乎的，我只需要表达一下。这没有输赢啊，我们这个没有对没有输赢，千万我觉得别这样，千万别这样。赢的是所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观众啊，因为这种碰撞才能让大家去思考嘛，你不是一个结论性质的东西，我觉得把东西拆开，这个有了缝隙才可以思考啊。OK， 继续啊。这个 ICE 这个行动的问题，我是觉得，首先我特别支持，川普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我非常支持啊。但是我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突破，法律授予的边界，包括没有法官的这个搜查令，就这个要敲门啊，就要强行的有可能闯入，有在这个街上，对吧？随便的查车，根据你的肤色、口音来对你进行检查，而且就是我们在行政法上有一个就是怎么说一个规则吧，就是我们这个行政的时候是不能够拿 KPI 去考察行政的，就是尤其这种行政执法的，这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运动式执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查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要查违法停车的问题啊，实际上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减少这个停车的乱象，不是罚没，不是指标。当你把这种就是行政执法变成了运动性执法、趋利性执法的时候，这个行政就变味儿了。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整个在 ICE 的执法过程中，由于要指标啊，由于要增加这个遣返的数量，于是发生了大量的这个可以说是突破法律边界的一些行为啊，包括引发了很大的这些争议。我是认为这个就是这个从行政的角度上没有做到依法行政，好吧？我言辞不那么激烈啊，咱们不是吵架，好吧？哎，你怎么看？就是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也是，是川普政府的一个，就是说，在执行上的一个不利吧。我觉得啊，就是说，没做好啊，就是这件事情没做好，就是你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些暴力执法呀，或者是一些明显引发那个就是公愤的，就这些东西啊。就是他有的时候就起到了一个相反的作用，有可能他想大规模的，就是驱逐非法移民，但是最后呢，这件事情引发了舆论上的反面效果，反而不利于就是他的最初的目的和这个就是动机。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一点上，我觉得确实是就是需要完善的啊，或者是这件事情就没有办好啊，这个我是认同你的观点。所以我提出来就是政府要依法行政啊，包括你美国的川普政府，你也要依法行政，对吧？你才能达成你的政策目标嘛，是吧？你是的，是的，在这一点上，就是咱们俩是观点是相同的，就是说你也是支持，就是说打击非法移民这一块，我也是支持打击非法移民，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咱们两个是没有任何冲突的。啊，但是你想打击非法移民，但具体你怎么实施这个政策，这又是另一回事，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你提出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媒体自由的问题吧，好吧？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啊，就是新闻自由保护的是什么？我们说呢，它保护的其实不是这个新闻的媒体。实际上是保证的公众的知情权，让政府的权力呢在阳光下运作啊，因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天天盯着你政府啊，这个事儿干得好，那个事儿干得不好，那个事儿你怎么样，他没有这个精力啊，要交给专业的媒体去干。那么在这个观点上，为什么我认为川普政府啊，包括川普这个个人在这件事上做的并不好？他长期的将这个就是可以说对他进行负面报道的媒体描述为什么敌对力量啊，说是你是左派媒体，并且利用什么呢？政治影响力啊，在这个就对他的粉丝宣传啊，这是个左叉媒体啊，这是个假新闻 fake news 啊，就长期进行这种政治宣传。第二，利用他的行政资源，什么呢？比如说我取消你的白宫的记者证
啊，我取消你这个国土安全战争部还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有一个对外的这种部门啊，取消你的采访权啊，用行政资源去控制，然后呢，利用法律手段去施压啊，对这个媒体提起巨额的诉讼啊，100亿啊，你赔我100亿。其实这造成了什么呢？寒蝉效应。为什么这么说？一个大媒体，当然了，比如说 BBC， 对吧？比如说 CNN， 它有这个能力请法律的团队，有这个时间能力跟他耗，去跟他打这个官司。但是你想想，一个中小的媒体在面对我看到他起诉了 CNN， 我看到他起诉了 BBC 啊，100亿的起诉，我在报道的时候我就害怕了，这就叫寒蝉效应。所以说，我们说它对媒体自由上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媒体是否会带有倾向性，还是就是媒体都是完全客观中立的？我正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媒体就是有偏见的，每一个媒体都是有偏见的，包括我们在这对话，每一个人都是有偏见的，媒体也应该被批评。但是我们应对媒体偏见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说 fake news 啊，你是个左叉，是这种方式吗？不是，是更多的竞争，更多的事实核查，更多的不同声音。而川普政府却在这个事件上希望，或者说他就我又说到好像动机论了啊，就是实际上他在这里边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是左叉媒体，他是 fake news， 大家不要去信他的，他要垄断真假信息的最终裁判权。当然他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行为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展现。我回应一下吧就是说对于权力这回事，就比如说在政治上，一个总统他拥有一般的人是绝对拥有不了的权利，但是在另一个领域，传播领域，那么媒体又拥有了一般人绝对拥有不了的权利啊，就是说民众和媒体之间在就是传播信息这个平台上，他们的权利是不对等的。就说在这个层面上，媒体是有一定就是有一定程度的专制成分。就是说，我说不是它就一定是专制的。媒体有它的利用它的那个传播的怎么说呢优势，而去影响公众认知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媒体有它的权利进行传播，那么另一个受众方面呢，也有同样的权利进行对抗。在这一方面，就是媒体你可以说话，我作为一个受众，我也可以说话。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双方的权利是对等的。就是说，你不能光让媒体说话，而不让我说话。我觉得这样。你如果不让我说话，那就等于让媒体达到了一个独裁的效果，就说媒体说什么是什么，那只有对媒体进行质疑，对媒体进行反驳，才能够在以像类似于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同样逻辑，把媒体的这个有倾向性的这个权利也关在笼子里。好，我回应一下啊。就是说，我认为一个总统他不断的把媒体描述为敌人，并且试图利用总统的资源或政治资源或者法律的这种优势去削弱监督环境啊，我指责的是川普政府的这个问题。那么这就不是总统跟媒体之间私人的冲突问题了，而是一个总统你愿不愿意手中的权力接受新闻媒体监督的问题。我从这点上看，我认为他是不愿意接受记者的监督的啊。凡是记者，注意听我说完。一旦有媒体或记者问了他不开心的问题，他马上就，你不配当一个记者，你 fake news 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还需要北京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帮我们去查一下这样的表述，那真是几百条都有恐怕。我认为这种
你认为持续的，川普不愿意接受媒体的监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价值判断，不是一个事实判断。就说你认为他的行为就是表达了，他不愿意被媒体监督，那你觉得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吗？就是说川普没有那个就是回应的权利吗？川普没有对媒体制衡的权利吗？就是当媒体攻击川普的时候，川普有没有权利怼回去？制衡是可以的，但不是用 fake news 这种方式。我觉得啊，包括对记者，包括对记者的贬损啊，你从来都不笑。言论对言论，对吧？媒体攻击川普的是用言论，川普回怼的还是用言论，而不是用他的政治权利。比如说，我不让这家媒体存在了啊，就是我封闭这家媒体啊，让你下架。就比如像在中国一样，只有那个党媒，不允许有独立的媒体啊。那如果川普用这个政治权利来毁灭他的那个就是对手，那我觉得这是他不想让媒体监督他。那么他如果用同样的言论的权利来就是回击他的那个就是攻击他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上面是他们权利是对等的呀，对不对？每个人都长一张嘴，每个人都可以说话。你又把我说的话给忽略到了一个重要的部分，它可不光光是言论。刚才我说了，他除了言论上攻击媒体，他还进行了行政上的限制，比如说我不发你采访证了，跟那个媒体说你要不把那个当时是有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对吧？节目已经停播了，当然后来有公众的反对，后来节目又复播了啊。然后是巨额的法律诉讼，这个对媒体造成了这个寒蝉效应。他可不光是嘴头上的攻击啊，你怎么能说他就是口头上的攻击呢？我回应你一句啊，就是说，我们认为媒体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倡导媒体自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公众得到一个全面的信息和一个健康的信息渠道，是不是这样？谁来定义这个是健康的吗？是由川普来定义吗？那我问你，这个目的是不是这样？目的当然是这个，目的当然是这个，但是你川普不能决定这个是健康的，那个是不健康的。于是我就说你这个是 fake news， 你这个我就提起巨额的诉讼，吓得你再也不敢监督我。是的，是的，川普肯定是那个，他不能以他主观的意志来判断谁是那个健康的，谁是不健康的啊。他在就是这个政治决策上，他是一个总统啊，但是呢，他在个人的那个层面上，他是一个公民。那如果你说他那个就是川普越权了，或者是违宪了，或者违法的。就是对媒体造成了打击，或者说不合法的那个关闭。那么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我也是批评的，我绝对是不支持这样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川普对他就是媒体的这些就是利用总统的权利的这个打击是否是合法的？是这样啊，那个我还得插一句啊，因为刚才我是帮你们在做这个事实核查啊。那张琪，你刚才说就是川普的回击全都是口头上的，对吧？就说媒体是口头上在批评他，川普也是在口头上回击，你觉得这是一个权力对等的？但实际上，我觉得在这儿讨论不能不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身份是美国总统，他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对吧？他手里是掌握有行政权力的，而刚才你的表述里，你一直说川普并没有用行政权力去打压媒体。那我现在给你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你看一下这个实际的例子。他有没有违法的用这个权利？他用这个权利，你刚才说的是他只是在用言论去回击，他并没有使用行政权力，这是你刚才的话。那好，你现在想修正你的话可以。你现在修正你的话，你修正成了说他有没有违法的利用这个，好，有没有违法这个交给法院去判。
但是他有没有用行政权力去打压媒体？我现在给你找出来的是这个例子，这是我根据你刚才那个我回应一下例子。就是说他用他的行政权力，起诉一个媒体，和他用他的行政权力打压一个媒体，这是两回事儿。就是说打压是一个价值判断啊，起诉是一个法律事实，对吧？打压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打压是一个事实。你不要在这儿偷换概念。你先看我打到屏幕上的这个案例，你现在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你认为是真实的是吧？这我没有造假，对不对？这个案例你知道吗？好，我看一下。对，美联社的这个事情，这个你知道吧？带来的结果就是限制美联社记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进入空军一号、进入总统的小型采访活动、进部分白宫记者持活动，这些都被禁止。那这个是不是川普在用他的一个行政权力再去打压这家媒体？这不是什么价值判断，这是事实。好的，这就是在用总统控制白宫采访准入的这个公共权力啊，在惩罚一家媒体嘛。好的，那我回应一下啊，就是说，如果川普的那个就是他的政策违规了，就是越权了，超出了法律的范畴内的话，那我是反对的，我也是反对的。如果川普做出了这样的行为，比如说已经不是依法的起诉，而是打压的情况下，我不知道在美国的这样一个法律环境下，这种事情能不能成为一个事实啊？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总统也不可以就是为所欲为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总统也是有他的限制的。那么在这种法律的就是环境之下，川普有没有可能打压一个去打压，就像习近平一样去打压媒体？我不知道这能不能成为一个事实如果要是可以成为一个事实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吧。我觉得打压这个东西，刚才这个例子其实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而且我比较惊讶的是，你其实对这个事情有点陌生。那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想在这儿提出来。当然了，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川黑那我更不是一个川粉那么我觉得看待川普这个事情上，我其实一直还相对比较客观。但我觉得刚才老李说的有一个问题，你其实在我们这个对话结束之后，你可以去补上这个功课，就是说刚才我只是调出来一个例子，对吧？我们没有时间去把老李所谓的几百个例子都在这里全调出来，然后给你做一个补课，对吧？我不可能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你的平时的信息来源屏蔽掉了太多的川普做的这种所谓负面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屏蔽掉了太多，所以造成了你的这个判断的一些失真吧？我们这么说。那么好，至于你说的，好，川普有没有权利这么做？他是不是犯法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判断不了，对不对？因为你也说了，美国是一个这个法治社会，对吧？那你要由法院来判，川普的所有的对媒体的这些打压的这些行动是不是违法？这要由法院去判，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个法治社会，这种法院的这种最终的判决是有一个滞后性的，他不可能说今天就是刚才这个事情，美联社这个事情发生的，然后第二天法院就能说川普你违法了，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那你不可能说在这个过程，这个判决真正到来之前，我们就可以说好，那现在法院还没判，所以他做这些事情都是应当的，那不可以是这样的，肯定是要人指出来，你这个行为是不妥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说的事情就是说，他的这些做法，探讨就是他的这些不妥的做法是否造成了一些影响，对于老李所说的美国的这些民主的什么4个支柱也好，6个支柱也好，探讨的是这个影响，对吧？你不能说所有的这个问题问到你这里，你都来一句说那他违法了吗？法院现在判了吗？没判，那你们就是价值判断，你不能用这个方式去搪塞所有的这些问题。我想说的是这个，这就是为什么说你举出来说你有例子吗？我就得把例子给你找出来。那好的，我回应一下你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绝对是不可能就是把所有的就是信息全都就是
输入到我这啊，就是说我完整的、全面的接受所有的信息，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我回应一下，就是关于媒体这件事情啊，我首先肯定是支持媒体自由的，言论自由的啊。那这当然是一个就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我刚才问老李那个问题，我说媒体有没有倾向性？媒体就是它传达的东西一定是会对就是民众，它传递给民众的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倾向，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未必就是一个所谓的就是说一个完全但是的总统不能当这个裁判官啊。你川普没有权利裁定说，我认为你哪个媒体是公正的，哪个不是，哪个消息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作为个人，川普作为个人，他可以说，但是现在不只是说了啊，这是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说，川普作为一个个人，但他同时也是美国总统，他的话所造成的影响力和他不是美国总统，只是一个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层你要理解的。第二层就是更严重的，就是你刚才不承认的，你说啊，川普的一切都只是在口头上去回击这个媒体，所以是权力对等的。我刚才拿这个例子已经告诉你不是，因为川普做了很多用他的行政手段和行政权力去打压媒体的事儿。刚才美联社那个就是一个确凿的例子，你要找我还可以给你找出很多例子，对吧？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这是第二层含义。好的。那如果要是就是川普作为一个总统，就说媒体它是否就是以人们希望的形式在运行，就是说传播真相，还是他在传播意识形态？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就是川普作为一个总统，他对新闻是否在正常的运行也是有他的责任的。他不单单是一个就是说受众。就是说，媒体在评价他，他回击，而且他对这个就是媒体是否在正常的运行，也是有他作为总统的责任。他既有权利也有责任啊。你又把这东西偷换了。首先，我没有说川普作为总统没有这个责任，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所以你不用把这个地方嫁接到这儿，然后又大谈特谈他的责任。你又把这个问题带跑偏了。我们现在说的是说，如果川普认为这个总统的就是如果川普认为媒体的报道本身就是带有倾向性的，或者说是就是违背了传播事实的目的，那么川普是有这个责任去就是用他那个川普的法律就是这个权利来对抗这个媒体，或者说是治理这个媒体的。他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责任。这个实际上违反的是美国第一修正案，你明白？就是说，你不能够，你一个政府，你不能够用一些，比如说，我要查你的税啊，我要吊销你的牌照啊，我要去拿什么东西去监管你啊，用这种高压的手段，你去限制这个媒体，你没有这样的权利。如果要是川普用违宪的、违法的这个权利来，对，然后我们那就反正就得等法院来判嘛，对吧？所以法院没判的时候，是的，对，这本身就是一个互相制衡的嘛，就是媒体用他的那个就是他的影响力来制衡总统，总统也可以用他自己的那个影响力或者他的权利来制衡媒体，这也是一个相互的过程。这就是你说的民主社会。行，那个，我觉得你的这个表达已经很充分了啊，我是没有再回应的必要了，我觉得好吧。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今天我觉得时间太长了，有点这个后面我们进入一个最终的尾声吧，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就是以后再有机会再谈，可能延续出2个点，一个是权力个人化的问题。一个是外交政策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没有时间再去谈了啊。这2个问题其实展开的话还挺多的，就是我本来准备每一个小问题大概有个20分钟左右，10几分钟，我觉得6个问题能谈完，但是可能太多了，我今天呢就不去再多说它了，好吧？然后这个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认为川普最大的问题或者争议是什么？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政策，也不是说某一个具体的
这个处理方式，而是整个的治理模式，它是将什么呢？个人的判断或者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整个的制度约束之上。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也我还没说完，你让我说完，啊，就是说，他个人的一些，就是可以说他的执政是非常有个人化的这个倾向的啊。就是我没有时间谈，但我简单说说啊，比如说纸币上签名啊，什么这个约翰是哪个肯尼迪中心改名啊，什么机场改名啊，就是到处的就他得把他给写上，就是这种东西。对吧？包括这对官员的任免，非专业化的问题，这很多了，我就不展开谈了啊。但是呢，我想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美国的未来，就是我们将面对怎样的一个美国？就是到底是川普经过这一番啊拳打脚踢啊，这个上打昏君下打贤臣啊，这是一顿折腾啊，就让美国在未来进化出更强的免疫系统，就是说。看到这个制度中，就是包括美国的民主制度中一些很严重的漏洞啊，包括可能是可能不太顾及一些政治声望的人，在获取权力之后，他可能利用了一些规则来突破那么能不能有更强的一些制约，在不损害治理能力的前提下有一些制约，还是说就被这个病毒击倒了？这里边我说的可不仅仅是共和党的问题，因为张琪你要考虑一个问题，一个党不会永远执政，你喜欢的这个政党或者领导人他不会永远执政，换一个你不喜欢的，如果他也这么执政，你还同意吗？我想我不需要你现在回答，我需要你去思考，如果到时候民主党上来一个人，变本加厉的按照川普的行政风格去行政的话，你怎么看这件事儿呢？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说啊，到底美国的未来在哪里，取决于每一个有选票的公民。然后我说完了。张琪也说一下你的总结。好的。我觉得今天就是那个老李说的，很多东西跟我的目的其实我们都没有冲突啊，就是都是为了好啊，就是只是认为达到好的这个过程，你可能是各有各的看法啊。我对于川普，我为什么成为一个川粉，就是说我觉得他就是对于一些事实，就是事实的问题吧，比如说非法移民啦，或者是比如说对中国的政策呀，或者是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啊，这些东西，这些政策造成了我那个对他的支持的原因。当然今天我老李说的这些，我觉得以后可以展开来讨论，我就不多说了吧，今天时间也够长的了啊，谢谢老李跟我的这个辩论，也谢谢那个北京就是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啊，谢谢。对，其实我最后说两句啊，我一直反复的去跟所谓的川黑啊，就是批评川粉的人，批评川普的人，我一直反复的去跟他们说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去考虑那川普所做的所有的政策里有没有不错的啊，有没有产生积极效果的。要去看这些东西，而不是说好我今天成为了川黑，那我以后每天看的新闻就全是黑川普的啊，所有的积极层面的我都看不见了，对吧？那同样的，其实我也想跟川粉啊，包括尤其张琪去说，就是说你当然你可以你肯定有一个 reason 去成为川粉，对吧？这个是 OK 的，你可以去看到他积极的层面，这些都 OK， 但是你也要把你的信息源去扩宽。就是我觉得特别今天让我惊讶的就是你竟然不知道这个美联社，就是他打压美联社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是的。对，这是一个让我很惊讶，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没事啊，就说这个东西不是说它是我知道一个人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装进来，你所有人都看到，但这是一个标杆性的事件，所以我就发现可能是不是很多川粉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太粉川普了，所以所有的稍微负面的东西都看不到了，这两边阵营实际上我没有偏袒，你可能今天觉得我好像是有一点变成2对1了，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希望你们更对答的更有针对性一点，偏离了之后我实在往回拽。
所以你说 anyway 有没有可能？就是，所以我觉得 OK， 我们就今天大概就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就是说川黑跟川粉今天能聊两个小时啊，上一期又聊，今天第2场，那看看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啊，会有第3场、第4场，就是说不只是川黑跟川粉也包括可能华语世界讨论的所有的议题啊，非黑即白的2个立场的两边的人，是不是都能够坐下来谈一谈，对吧？北京不好意思，我补充最后一句话啊，是这样的啊，好，就是今天这个对谈呢，不管大家觉得可能哪边更占优势一点，是因为对话是我发起的，那我做了比较详实的准备。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两边的资料都查了，包括想了一些应对的这个方式吧，所以对张琪来说不是完全公正的一个结果。不，这是公正的啊，就是我必须得说一下，因为对话是你发起的，但是呢，因为我第一时间我就去问张琪要不要来应这场对话嘛，对吧？那张琪就说很高兴参与，所以你们两方因为毕竟中间留了很多天的时间啊，我也都让你们双方去各自准备了，所以这个也不存在不公平啊，基本不存在不公平。我说一下可以吗？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公正的，就是而且不但是公正的，而且可能是对我是有利的，因为是那个老李在抛出问题，然后我在进行反驳。那抛出问题的一方肯定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是一个靶子的状态啊，就是说他袒露出他所有的观点来，那个让对方来攻击。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是。我是比老李更有优势的啊，所以说那个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不用谦虚了啊，都不用谦虚了，就是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基本公平啊，都基本公平，你们双方的都很好啊，都做了很多充分的工作。我也期待着那个，我也期待着就是川粉朋友啊，如果还有一些。你也可以找到，对吧？因为本身我准备了川普十宗罪，说实话啊，我最开始准备的这个，当然了，您也可以我欢迎任何的川粉朋友准备川普的10大功劳来拷问我啊，好吧？是的，上次我跟那个王江辉对话之后，我觉得就是我跟王江辉进行对话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可能在现实中不太会成为朋友，但是今天跟那个老李对话之后呢，我觉得虽然我们就是交锋的比上次更加的激烈，是吧？就来言去语，但是我觉得现实中我有可能跟老李成为朋友。就是我觉得，你这个话说的，你知道现在汪江辉就在我们的直播间，你知不知道？你这么说，这汪江辉听了是什么感受？我不知道。对，要王江辉在，汪江辉在我稍微说两句啊，就是汪江辉是这样，汪江辉的，我刚才看见他留言了啊。汪江辉汪江辉肯定也是同样的感受，我也不想跟张琪成为朋友。别开玩笑，就是汪江辉是这样的，我发现就是实际上汪江辉的观点，我大部分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的辩论技巧上，我觉得他可以再去打磨一下。那这个可能麻烦呀，就是他不太习惯啊，他不太习惯。老李，你和汪江辉没有办法进行辩论，你们俩都是川黑，我们是的，没法这么设计。是这样啊，我觉得也说给所有这个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啊，就无论你是川黑还是川粉啊，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系列啊，今天第2场也可以办第3场、第4场，你们也都可以给我发邮件啊，说来参与，对吧？因为你比如说，今天是老李对张琪啊，你比如你是一个川粉，那你可以替代张琪来参加下一场，对不对？或者说你是一个川黑，你也可以替代老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滚下去啊，多听听不同人的看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可以设定一个投票，就是你期待的是川黑来替我继续跟张琪打，还是川粉替代张琪来跟我打？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不用投了，就只要有人报名，我们就自动的替嘛，就是也替换掉，也不是说就你比如今天这场汪江辉没来，对吧？那你下一场比如汪江辉又回来了，这川粉这边又换一个人，那没准过2场张琪又回来了，我们都可以，就是觉得。只要有人发起这个对话嘛，因为每次都是上一次是张琪发起的，对吧？这一次是老李发起的。我觉得只要有人发起呢，我这边都会尽量去协调，去搭这个场子，让你们去对话，好吧？好的，那就感谢2位了啊！今天非常的，然后中间要是有什么言辞比较激烈的啊，就多包涵啊，尤其是张琪，你可能觉得我今天我没有针对你啊，我真的没有针对你啊，我就是说这个没关系，因为咱们都是谈话啊。
但是我觉得观众听得很爽，对吧？到最后呢，也基本我们3个也完成任务了，到最后也没撕，是吧？也没有人身攻击，也没有说真正的就是撕破脸啊。OK， 还是比较算是完整的啊，完好的结束了这场对话。好的，那就这么着，非常感谢感谢提供这个平台，感谢二位，感谢二位，谢谢，感谢所有的观众感谢老李，感谢老李今天就是给我很多这个，就是差一点这个大脑就是那个死机了哈。老李别商业互吹了，别商业互吹了。好，那就这么着啊，好，再见，拜拜，结束，